那所以明年2月是这个经典赛的资格赛，经典赛的强度又更强了一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选择这些球员，比赛跟这一次会不一样。12强之前我就已经讲过嘛，我说这虽然是2个比赛，哈，12强跟经典赛的资格赛，这是2个比赛，可是因为时间太近。所以我在比12强之前，我就讲过，我说要把2个比赛视为1个比赛，好像1个比赛的上半场跟下半场。那我们的选手的调度就要有一点智慧。所以呢，我当时就讲，总教练不要再换了，因为距离太近，你教练团还要磨合，你上面12强选1个，经典赛要选1个，然后这2个比赛很近，然后教练团又要重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对我们没有好处啦。所以我当时就讲说，我们就是考虑让豪居就是接续嘛。所以你们当初考虑的时候，就是一连串的，对，因为什么要不是分割体？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对棒球这个是比较进阶啦哈，就是说投手啊，譬如说我投手进入关机状态，就是我休息了，那我这个手臂已经进入休息状态，我要再重新启动它，按照 SOP 走，应该2个月跑不掉了。哦，真的、啊？真的，他就要从一开始什么传接球啦，怎么样他有那个节奏，第1周要做什么，第2周要做什么，所以1-2个月启动是跑不掉的。所以你想如果我们的投手现在休息啊，对，11月底12月休息，所以那我们1月啊，就是现在已经12月了嘛，对，大概在40天以后，我们的新台湾队就是经典赛资格赛的台湾队，他又要组起来了，他又要开始集训了。哦，了解，所以他们的时间其实休息不够了，所以投手的根本就还没休息，他又要开始启动了，肩膀还没有休息。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的选手都是职业选手，对，他们都有职业寿命的哦。你说玉米他去大联盟，他接下来面临的挑战是，他应该先好好休息，然后他接下来要拼的就是能够直接春训在大联盟，是不是可以就直接留在大联盟，不要再下去3A 了？这个是玉米他今年很关键的挑战，所以我们当然要去顾及到人家球员的生涯，他手臂的寿命，所以我们一定是健康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准备说，像投手大家关机的时间已经晚了，可是他们又要面临明年1整年的比赛，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替他考虑，不止美国，台湾也是一样，对，所以我们必须在考量上，投手应该要做比较大幅度的更动。这些了解。那所以很多这一次，譬如说他刚好这个什么身体不适啦、疲劳啦、受伤啦，那我们没有征召他来打这个12强，那没关系，他这些人就留着，可以在这个经典赛、资格赛的时候可以来使用。所以豪居总教练，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今天他没有来了，照理说这个事情是他的事情，但我这个领队我只负责方向。就是我同意这个方向，就是豪居总教练所提的，我刚刚讲的就是他的主张嘛，就是这个方向我完全支持。他很稳我在画面刚刚想说，哇塞，这个人好稳。因为你今天没有聊到他，豪居总教练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他的那个个性。因为我以前并不认识。对，但是他就是一个很简单，他话不多啦，但他有脑袋，他知道事情的轻重，然后方向在哪里，然后他再来，他充分授权。他信任教练团，也信任他的队长杰宪。这种教练团谁不信任呢？哇，排出那个阵仗都吓死我。实情你就不了解，那个明星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不见得他就有好成绩啊。大家互相不爽。我都认识他们呢。对，你认识他们没用啊？他很厉害。他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是王者，每个人都很厉害，各吹各的调，一人一把号，大家这个不见得就会成绩就一定比别人好。所以，我讲它是团队的运动，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所以你一堆王牌集中在一起，还要有很强的那个粘着剂，把这些王牌都可以粘在一起，然后可以为一个目标统合在一个目标的方向。我觉得豪居总教练就做得很好。好啦，这个东西你 PO 的照片，然后可是你有给他 PO 版，就是台湾人就是很好笑，就是只要是拿一张纸。大家都觉得你在订饮料真奶，这个东西这次很红对，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战术护腕啦。那主要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东西是挂在捕手的手臂，
那像家政啊、培丰啊、吉利吉达3个捕手，他们就会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吉利吉达好可爱，它像卡通人物。对，他其实蛮可爱，而且歌声真的太好了啦。哦，那他这样，就是说这个战术护腕，就是说捕手他要记住，譬如说我们的情收哦，思琪那个情收，因为我有开情收会议嘛，哈，那情收哦已经精炼版了，就是已经经过情收小组精炼再精炼，精炼版都还厚一叠啦，厚一叠。那你想捕手他一天面对一队，他要记住第1棒到第9棒的要怎么配球，就第1棒内角球打得不好，这一定要小抄啊！要小抄嘛，对，其实战术护腕小时候考试嘛也要对小抄啊。战术护腕其实就是捕手的小抄。所以这次建立大功的有情收，还有运动科学等等的，就这些东西，其实是这一次立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对，其实因为我当领队的经验就2场嘛，经典赛跟这一次嘛，所以我第1次的经典赛让我学到很多，也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经典赛一结束，体育署署长打电话来给我，问我说：“会长，你要不要整理一下这一次的检讨报告？”好，因为他补助我们嘛，我们要有一个检讨报告，我就跟他讲，报告联盟会给你，我先跟你讲，我觉得该做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谈到国家队常态化，日本就是一个典型嘛，他们是公司用公司的形态让国家队常态化，就是所谓4-5-4队Japan 那台湾应该目标方向应该也要朝向这个方向来做。那这个方向做有哪些优点，我就解释给他听了。好，譬如说你常态化对于教练的培养，对于国家一个比较长期性的目标，才会比较有人不断在执行。你说我当会长，我也有任期制啊，又不是我可以当会长啊，公司就没有这个问题嘛，因为公司可是这些球队都希望你可以那个。不，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反正我还有2年的时间，这个以后再说。那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认为最应该开始先做这个不需要界面去沟通的，就是国家队你先编一个政府你先编一个预算，然后我联盟来帮你执行，就是情收小组的常态化。了解。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收集的情收，其实过去都有做情收，但是没有像这一次这么有系统、长时间的开始去做完整的准备。所以你看这一次教练团的总教练豪居也亲自到美国去看了每一个我们小联盟选手的状况，所以这一次豪居在选择上面，他很清楚谁可以用，谁不可以用，谁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球团的态度是什么，他完全了解。所以挑选的过程里面，谁可以在12强用，谁可以留着经典赛，他脑中已经有一个图了。对，那过去可能这个就没有那么充足，过去可能在选训委员就是。总教练说要提名这个啊，选训委员大家也搞不太清楚这一个到底现在状况如何。但是这一次会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跟布局的结果，对，厉害。好啦，最后几分钟啦，如果财划法修正了，这是真的吗？这些选手的奖金真的会？因为我也是立委啦，我每次讲这个。台湾就会有不同政党的人，就会每次讲这他就来攻击啊，所以我其实是这样啦，我站在会长的角度啦，其实我上一次讲话，我也是站在会长的角度，我是拜托啦，就是说站在会长的角度，如果今天我不要是立委，我只是一个职棒的会长，是一个国家的领队，那我就是要拜托朝野的立委啦，真的就是棒球或者体育运动，过去的奥运也是嘛，我们的羽毛球、我们的举重都团结了国人。对，所以这是真的，所以700万可能变350，是不是真的？主计长当然他讲的是关键嘛，因为主计长就负责这个事情嘛。那钱不够了，要怎么去要砍半要打折，这个是主计长他们会他讲的，当然我就相信他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底下，朝野要攻防我都没什么意见，民主国家嘛，这很正常。但是预算这种东西不只是体育嘛，可能在其他民生啊、经济啊，你看很多社福团体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国家来支持，他们才有办法运作嘛。那中央地方财政要怎么划分？你钱留在中央，中央就要多做事嘛。那你留在地方很简单，那你留在地方就地方你去做，我中央就没钱了啊。那有关国家必须要一致的，要统合的。比如说补助多少，万一每一个县市政府各自补助不一样，那
这不是国家就很混乱，那可能就大家往那边迁移。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名气可用啦，就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棒球冠军这件事情，12强可以这个让预算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就不要伤害我们这些选手。我们这些选手其实是为了国家，让出去让大家都这么团结，这么开心。对啦，这是政治攻防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认真想一想，就是说，体育运动这一次里面带来的感动那是什么？对啊，我的意思是说，才最重要。拜托啦，拜托大家，拜托大家，不是要骂大家，不是要骂反对，就是我要拜托大家啦，真的，大家就是想想那个感动的时刻，可不可以？这个在某一些时候放下一点点大家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大家来共同努力啦。就是你看台湾团结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强，就是你就会哇，那我们来强一下。但是还是会有人这个讲一些奇怪的话。中国的女高中生来台湾，然后她说啊，这个中国台北队，你听了会不会不高兴？我其实不是太想回应这个啦，就是说你想哦，这个如果你打开网络，那个中国的小粉红，他不是每天都讲这个吗？难道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跟这个小？不过他是在我们这边讲。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言论没有意外嘛？难道你会期待他们来了，然后就讲说台湾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哦，台湾很棒？没有这种事情了，所以他讲这些话，他可能不打算回去。对他讲这些话，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来投奔自由的，有可能。所以他讲这个话，我觉得很正常啊。他本来来就是他为什么会来？他能从他出发的目的、被选取的过程、他们的身份背景去把它了解。他们不讲这个话，你才会觉得说，哎呀，阿西马奇发生下面代际。不讲这个话，可能他们下次来不了了。他们讲这个话就很正常嘛。那你讲这个话，只会让台湾更团结嘛？你是球迷，你惹怒了球迷嘛？你只会把两岸关系越搞越不好，把台湾越推越远嘛？因为你不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嘛。好，这时间已经超过，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时事题啦。尹锡悦，南韩宣布戒严，5个小时之后宣布解严。这个是闹剧啦，结论是闹剧啦，哈。那宣布戒严的时候是昨天晚上，我也还没睡觉，所以我在脸书吓一跳，我看到新闻推播。对，我在我的社群上面就直接发了一个叫做“相信民主，愿南韩人民一切平安”。那我要讲的其实就一句话而已了。我觉得戒严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很特意，而且不能随便乱使用的，因为它是剥夺了民主嘛。对。那我们要相信民主啦。台湾一连串，你看我们面对多少民主的挑战跟危机，甚至打着民主反民主的状况都有。台湾人相信民主，所以你看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台湾没有因为那些逆境让我们垮台，只会让我们越锻炼那个韧性越来越强，民主的韧性越来越强。所以相信民主啦。不要去相信什么戒严，要用戒严的手段来做这些事情，除非你是战争嘛，或者你戒严，这个是很荒谬的啦。那结论就是一下子就又解严了，这个就是闹剧嘛。所以就是说，这个韩国总统恐怕这个，我觉得搞了这个闹剧，恐怕在韩国可能人民会更愤怒、更大反感。对。其实时间已经到了，但是这是你昨天 PO 的一封信。这个是旧的啦，就是这是来自狱中哦。对，这个是。你有没有收到的时候超感动？这个当时收到的时候的确很感动。那因为我们的小编他要把它拿出来，他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棒球的影响力很深远，穿透到狱中。我告诉你，柯文哲都在看，他也在看守所看。这个我是不知道，但我的意思说，这封信其实要表达的只是说。他的渗透力很强。他如果说像这些受刑人，他们在过程当中透过棒球，他们可以找到正向的力量；透过棒球，他们让他们的心情更平静，他们找到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棒球附加价值。就是表达这个。今天非常感谢齐昌来到我们现场，下一次带我进球场。那一定要，我会特别邀请你，谢谢。好，感谢齐昌，下次见，拜拜。拜拜。